警方在7月2日到15日展开全岛执法行动，针对超过1400起诈骗案调查579人，涉案金额超过1800万元。这说明一件事，反诈在新加坡查的从来不只是主谋，也包括每一个帮骗子把路打通的人。你把银行账户借出去，可能不是做人情，而是在替诈骗集团接钱洗钱。你把 SingPass 交出去，可能不是赚点外快，而是在把自己的数字身份送进刑事风险里。你更担心被骗，还是更担心自己无意间变成钱罗？因为这件事不是离你很远的社会新闻，而是和在新加坡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。只要你要用银行账户、手机号、网银、OTP、SingPass， 你就在这张风险网里。接下来我会来聊聊什么行为会被当成协助诈骗，为什么新加坡对钱罗下重手，还有普通人到底该怎么保住自己的钱，也保住自己的法律清白。为什么近些年新加坡的骗子特别多？从新加坡的法律治理角度看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数字化，所以诈骗一旦得手，破坏会更快也更深。今天你转账、报税、办政府手续，很多环节都靠手机、银行账户和 SingPass， 方便是真的，风险也是真的。问题就在这里，骗子不一定非要直接骗到你本人，他只要拿到一个真实账户、一个实名手机号或者一个 SingPass 入口，就能把假的交易、假的身份、假的联系渠道接近真实社会。这样一来，受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受害者的钱包，还会牵动银行风控、通信实名、身份验证，甚至影响别人正常收款和交易。所以你会看到新加坡警方、反诈骗中心 ASC、 银行、电信公司 GovTech 会一起出手。这不是单靠刑罚吓人，而是一整套系统治理。因为诈骗早就不是单纯的个人疏忽问题，它已经碰到社会基础设施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新加坡对账户借用、手机号出租、身份入口外界的态度非常明确。你不一定是主谋，但只要你提供了关键通道，法律就可能把你视为问题的一部分。很多人会说，真正骗人的不是我，我又没有打电话骗受害者，我只是借个账户，代收一笔钱，最多算不小心。这个想法在新加坡很危险，因为诈骗要跑得起来，光靠嘴巴不够，钱还得进得来，赚得走，最后还要切断追踪。谁提供这个通道，谁就不是完全无关的人。所谓钱罗，说白一点，就是替犯罪资金搬运、分流、隐藏的人。你可能不是主谋，但你可能是整条链里最关键的落地点。为什么新加坡会对钱罗下重手？原因很现实，如果没有本地真实账户、实名手机号、真实身份入口，很多跨境诈骗根本落不了地。所以执法不会只看谁开口骗人，也会看谁让这件事能够完成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涉及协助诈骗的钱罗，严重情形可能面对监禁、罚款，甚至鞭刑。已公开提到的上限包括最高12下鞭刑。至于欺骗相关罪行，刑事法典下最高刑期可达10年。这里要讲清楚，不是每个案件都会走到最重刑罚，但也绝对不是一句我不知道就没事。法院会看很多客观迹象，比如对方给你异常高的佣金，却讲不清楚钱从哪里来，比如叫你用自己的账户收陌生人的钱，再马上赚去别的账户，比如要你交出网银、OTP、银行卡、手机号，再比如说是居家兼职，结果工作内容只有收款、转账、开账户、领卡，完全不像正常工作。还有一种很危险，对方会要求你删聊天记录，或者一直催你快点赚，不要问太多。这些在法庭上都可能被视为明显可疑的迹象。你说自己没亲手骗受害者，不代表法律就会把你当成旁观者。新加坡看的是你知不知道，或者在那种情况下你应不应该知道。尤其当异常已经摆在眼前，你还继续配合，这个风险会非常高。很多人就是被这种听起来没那么严重的话一步一步拖进刑事风险里。很多人一听到法律后果，脑子里先想到的是会不会坐牢，会不会罚款。但在新加坡，诈骗相关风险还有一层非常现实的代价，就是设施限制框架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重点不是等事情完全结束后才出发，而是先把高风险通道切断，避免你继续被诈骗集团利用。
如果执法机关认为某些人涉嫌协助诈骗，或者存在持续被利用的高风险，相关银行服务和部分电信服务可能受到限制。为什么这件事特别值得普通人注意？因为在新加坡，银行和手机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，而是日常生活的底盘。你收薪水、交账单、做网银、收 OTP、登录工作系统、联系客户，很多事情都靠这些基础设施。一旦被限制，问题不会停留在法律文件上，而是马上落到生活里。你可能开不了新账户，原有账户使用受影响，申请手机卡或维持某些通信服务也可能遇到障碍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薪水怎么收？网银怎么登？验证码怎么拿？工作联络怎么处理？这些都可能卡住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还没等到法庭判决，生活已经先被卡得很难受。这也是新加坡反诈治理很有特点的地方，它不只是事后追责，也会从工具和入口下手，让诈骗生态更难继续运作。所以不要把借手机号、帮人开账户、替别人完成实名步骤看成小事。你今天拿到几十块、几百块报酬，明天可能换来的是长时间的生活不便、银行风控记录，甚至进一步的刑事调查。如果你以前觉得最多也就是罚款，现在应该能看出来，在新加坡，真正重的代价有时候是你正常生活的能力被一层层收紧。那普通人到底怎么保住自己？第一， SingPass 绝不外借，不是借给朋友，不是借给亲戚，也不是借给所谓中介。你不能替别人登录，不能替别人做人脸验证，也不能把验证码念给别人听。因为 SingPass 在新加坡不是普通账号，它是你的数字身份入口，后面连着政府服务、金融验证和个人资料。你把它交出去，不是在帮忙，是在把自己的身份控制权交出去。第二，本人银行账户只做本人用途，只要出现帮忙收一下钱，再转出去这种请求，先把它当成高风险。尤其是对方愿意给佣金，催你快转，理由又说不清楚，这种组合已经很危险。别觉得对方是朋友、同学、同事就比较安全，现实里很多人就是从熟人请求开始出事。第三，手机号、SIM 卡、银行卡、网银、OTP， 不替别人完成任何实名步骤。诈骗集团最需要的往往不是复杂技术，而是这些真实入口。一张卡、一个号码、一个验证码，就足够让很多假身份看起来像真的。很多人不是贪大钱，而是输在一句话，帮一下而已。可在新加坡，这种帮一下可能让你从普通居民变成协助调查对象。如果你已经做过类似操作，不要先想着删记录，装作没事。更稳妥的做法是把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先保留，尽快联系银行，必要时向警方报案，把风险先控制住，主动处理，及时配合，永远比继续拖着更好。1800万元损失，579人受查，这些数字不是拿来制造恐慌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诈骗已经不是别人家的新闻。你不一定要懂完整刑法，但你一定要知道 SingPass 不能借，账户不能借，手机号和 OTP 不能借，不明来款不能碰。因为一旦这些入口交出去，损失的可能不只是钱，还有你的信用、你的生活便利，甚至你的法律清白。今晚回家后，你可以先做2件事。第一，提醒家里长辈不要在电话里透露 OTP 和 SingPass 信息。第二，遇到可疑兼职或转账请求，先停一下，先核实，不要急着操作。如果你认同这种从新加坡法律角度拆解社会新闻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下一集更想看出租 SingPass 的法律风险，还是新加坡长辈最常见的诈骗场景。把这集转给家人朋友，不是吓人，是帮他们少踩一次代价很重的坑。